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塞汉伦。说到万隆是一个位于公馆的精美中间的地区，也是汉伦从小到大成长的地方。从以前当学生开始，每位同学问我住哪里的时候，我都回答万隆。可是同学都会说是蛮住脚的吗？其实大家都会把万隆误以为是万峦，所以后来我都改说精美或公馆，大家就比较会知道。然后最近我才知道，印尼也有一个地方叫万隆，还被称为是印尼最美丽的城市。有机会好像可以去看看。然后现在因为台北捷运新店线的关系，越来越多人知道万隆。然后万隆近几年也因为臭豆腐跟鸡排的盛名，开始渐渐被很多人知道。不过万隆这里算是住宅区，所以这里没什么好购物逛街的。不过想逛街，不管是走到公馆还是精美，都只要1公里，也是很方便。另外呢，有很大一家的全联，还有日式服饰品牌吃梦乐，也是很足够打发时间。居然按人是万隆图书图长的话，当然要先介绍几家我的餐饮暗店给大家，然后也一路介绍一下万隆的生活环境，给一些打算想来万隆生活的朋友们一个小小参考。今天就跟着我的影片一起出发吧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餐可是很重要的。万隆这里有好几家早餐店有卖味跟 coupon 可以连锁店，但是按照偏爱的是这一家城市早餐。经典美式牛肉堡价格虽然偏高，但是使用进口牛肉，吃起来还是特别满足。汉堡面包本身吃起来酥脆，应该是有特别烤过。按了点的是蜂蜜口味，吃起来还有点肉桂香，吐司的松软度也刚刚好。其实可以不要在下午茶时段，早上就能吃到法式吐司，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。酥皮起司塔上面淋上芥末酱跟番茄酱，外围用蛋包覆着，在味觉口感上层次丰富。肉碳吐司是使用温体猪里面的，但是食用后能带营养价值高。按伦因为拍摄差点花了一段时间，导致了大吐司冷掉了，不过还是很难吃。这家店深受在地人喜欢，常常客满。如果来外单跟内用都要有等候30分钟的心理准备。像按伦今天是平日星期五早上10点多来，算是比较没有人的时段。总之，如果只是要来吃个牛肉堡或者法式吐司200元牛早，对一顿早午餐的标准来说，按伦还是可以接受。现在吃完早餐，这条巷子走到底会拿到台北市立图书馆金门分馆。这里虽然是万隆，但是图书馆却叫金门分馆，和金门夜市的则是锦溪分馆。如果没有查一下，也许真的会有人搞混呢。然后这家金门分馆有健身房，也是金门游泳池，不过按伦都没有来过。如果有来过的朋友们，可以分享一下心得。然后从图书馆这里的巷口走到底就是河堤，这河堤可以走到公馆跟金门，甚至也能接到福恩桥。想走去新北市的永和也可以。如果沿着河堤西走就往金门方向，也会拿到清洁队金门分队。平常如果没办法配合垃圾车到地点收垃圾时间，按伦就会把垃圾拿过来这里丢。然后这边就是公园，这一带的公园很多。万和2号公园还是绿色乐园示范场域，这里有2台飞轮脚踏车，不只是让你可以运动，也能产生电力。这些能源会优先提供给空气品质监测站。然后在图书馆的附近有一间按伦也蛮常吃的牛肉面。今天是刚好遇到公休日，所以影片是前几天晚上来拍摄的。按伦很喜欢吃这家的番茄牛肉面，
刚开3、4年前这附近有眷村，然后早上还有菜市场，菜市场有一间专门卖牛肉面的，但是后来眷村的菜市场都没有了，牛肉面也消失了。汉伦就很久没吃到眷村味的牛肉面，然后一直拿到了这家才找到了小时候的眷村味。这里的牛肉面牛肉有大有小，虽然牛肉面没有到特别好吃，但是这样一碗吃下来还是很满足。不过我喜欢吃这家的面汁米血，不会很大，而且麻油味很香。现在来到罗斯福路5段218巷，这里店家很多，有全家，有生粉，也有三顾茅庐、马味等，美丽色面框框都是你锁定。这家218小火锅艾伦也很常吃。然后218巷还有一家是最近常看的华品轩，也是一家连锁便当店。由于有很多菜色可以选择，所以常常都是大台餐哦。不过218巷我最近最常吃的便当是这家刚开幕的时候口味让人觉得还好，不过自从推出扣肉饭以后，家人有一次买给我吃，刚好合按人的胃口，所以我就开始吃他们家的扣肉饭。扣肉饭一份120元，虽然跟餐馆便当的价钱一样，不过这家的偏价分量的很多，饭量也是满满的，诚意十足。然后过条马路到万楼捷运站的绕出口也有万楼牛肉面跟四海牛肉，餐饮选择上也很方便。现在拿到这家臭豆腐，笋汁臭豆腐，这家如果提早卖完就会提早打烊，然后如果单月有退休日，在 Google 地图上也会修改营业时间，也会在门口公告抢单贴心。浙江北南市长是大会部外面以小餐车请假，后来传出名号，连101甲有街董事长都跑来吃过。后来战友和看了第一家店面，前阵子终于回来万楼看了店面。按伦一样，平日下午4点来内用，店内已经是客满，每天晚上都一定要排队。大家如果要拿也是要有点耐心的哦。这里的话，一份80元会有4片豆腐，内用的话就是排队点餐，然后拿我号码牌找座位，然后等加号。取餐时候随便完成付款就可以了。最早只有泡菜搭配臭豆腐，现在则是多了萝卜丝，萝卜丝吃起来也不会生涩。这里的臭豆腐是2炸，吃起来外酥内嫩，而且也很大块，一个人能吃一份，相当的有饱足感。第一次来这里的客人往往吃完都会再加点一份。按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这样，1月13号吃了，不过按了现在已经是成客人，所以今天吃一份就好啦。吃完臭豆腐，我们走个800公尺消化一下，隧道前往万楼炭烤鸡排。这家炭烤鸡排名气也引起响当当，很多网红都有跑来介绍过。现在是平日下午4点多，等了10分钟就能拿到鸡排，只能说这家的炭烤鸡排是按伦目前吃到过最好吃的。炭烤鸡排这里的生活机能也有2色，还可以办发运机。老大法也是很有名的面包店。然后从这里直走的话，可以接到新楼路1段，这里有一间家乐福超市，也有一家卖文具的金运堂。这家金运堂是从精美搬过来的，店面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大，但是想要找什么文具还是很齐全。这附近还有一家宵夜黄色汤，以拼嘴头讲来介绍。然后万楼捷运站2号出口后面还有一家揍鸡来了，汉伦也喜欢吃这家的鸡屁股。除了有炭烤也有炸的，而且鸡屁股比较大块，吃起来也很满足。说到咸酥鸡的话，218巷这家五谷咸酥鸡当然不能缺席。这家店时安的话都得半小时以上，所以建议大家从那设定好再过来会方便许多。按伦喜欢这家的甜不拉跟米血一格接一格会停不下来。目前我们吃完了那么多东西，也该来一份甜点了。这家冰店在文山区已经很多人知道了，一样也有很多网红跟电视都有介绍过，甚至我住在外地的朋友都会特地跑来万楼吃。按伦的话是习惯吃像是甜辣冰，再加点一份黑糖珍珠，热热的黑糖珍珠跟奶酪分开放。奶酪很好吃，也可以选择单吃，也可以选择配冰吃，都很适合。
像是田那边是有甜观音酱，茶味非常的重，也不会很甜。推荐的吃法是从中间先挖一个洞，然后一直吃到下整个洞的时候，再把热热的黑糖珍珠倒下去，吃起来会特别爽快。按对在万楼的安定还有很多碍于平常的关系，就简单介绍给大家。首先是在彰化肉丸节得过奖的宝岛肉圆，这里肉圆一份就是2颗，没有大慢的。需要口味再选，要2颗选炸还是2颗清蒸或者各一。按人适合喜欢吃芋头口味的，炸个清蒸各1颗。宝岛肉圆就刚好在神之臭豆腐店对面，不过中间没有斑马线，左要走一段路过来的会有点辛苦。再来就是小林村的吃肉饭，这样一份80元，有肉有菜，常常是按了快美前时候的救星，80元就可以填饱肚子，很值得。然后早餐类的话，我还推荐新楼路一段的陈记卷砖烧饼，这家主打人的烧饼完全是老板的一种坚持。在去年最热门的时候，烧饼早上4点就会卖完，所以直接收预定。但是像爱人这次一样是平日早上11点那么不用预定就可以直接吃。爱人是喜欢吃他们家的火腿烤味，外皮非常酥脆，然后里面也会有小黄瓜、蛇肠跟香辣酱，一份50元也算是很豪华的。接着来跟大家聊聊生活技能。万隆这里有加油站，也有好几家虾皮跟便利商店。便利商店至少快有10家，虾皮则是也有5家。然后预计未呢还会再有2家。万隆这里的话，除了家居设计店加多以外，一个一般内科诊所走进加起来也有10几家，所以身体的小问题都能简单解决。然后文山区其实也有首尔电影院，就是百老汇戏院。虽然名字是公馆百老汇，但是地址还是算文山区。然后万隆的其中1个里万英里的范围也是有包含到公馆百老汇。从万隆走到公馆步行快的话，10分钟就能抵达，慢慢走20分钟也是可以到。中途也会经过4大分部，这里有一家饮料店南杯子是从潭州南台北发展的。安罗人喜欢喝他们家的甘蔗清茶，然后去去冰无糖。甘蔗本身就有甜味呢，所以清茶这方面就算无糖喝起来还是很好喝。最后的餐饮店家分享是新楼路一段的独特花生汤，这家是从半夜开到早上的老店，前阵子刚完成抽漆装修。花生汤很好喝，但是偏甜。烧饼油条则是中等。不过花生汤安伦是真的推荐，改天如果半夜有兴趣有时间的朋友可以选择来吃看看。最后就介绍一下全林克斯摩人，这栋建筑物前身是花木市场，也是台北市政府的所管范围，在前阵子由全联集团标下，本身也有提供提升者方便大家采买。这家全联里面也有小小的无印良品专区，还有3个小货架的顶卡楼。熟食区选项也很多，晚上7点快8点的时候随便特价了，聚集在这里的人潮就会很多。像爱乐街内就买到了15元的葱油饼，还有36元的烤鲑鱼，又是省钱的一餐。然后全联的隔壁是Smoner，是日本的平价服饰品牌。里面的价格算很便宜的，也有加大尺码，像爱伦之爱的摊子就很适合来逛。
全年的话，除了前面介绍到的新楼店，还有罗斯福路段170巷的全联文3万年店，再加有2层楼一样有电梯，然后旁边就是身份。所以如果要睡到去全联以前要寄包裹或是缴费，这里就很方便，可以一起去。台北捷运的松山新田线就很方便，可以坐到大田民走环状线。有时候上下班尖峰时间，如果我要去板桥就会坐环状线，不然板南线在新门站会排挤不上车。然后坐到古亭田转区线，坐到周日纪念堂可以走红线，也可以直达新门走板南线，还有舟山站。到台北小巨蛋看演唱会也不用转车。如果去松山逛老人街夜市回程，也是直接有座位，从头坐到尾。南极复兴的话可以转文物线，但是按了坐文物线都习惯坐公车到万方医院转，这样会比较节省时间。然后在公车方面路线也很多，包含了可以坐到信义区、南港、汐止、台北车站、美湖、喜田宫、石潭楼中，还有木栅、新店乌兰、深科等，也有前往基隆、桃园跟新竹的可以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。如果您跟爱人一样都是住在万隆或者文山区的朋友，欢迎出来留言跟我聊天。我们下部影片再见。